Hello， 我是黄河，欢迎来到我的工作室。这是 Facebook 全球断网事件的下期。这一期视频我们来讲 Facebook 为什么花了7个小时才恢复他们的服务。灯怎么灭了？相机还在录吗？这是我第5次翻车后重录，知道为什么割了你们这么久吧？要不你们先给我关注、点赞支持我一下。在 Facebook 数据中心大面积断网以后，他们很多的内部工具也都出现了故障，甚至 Facebook 内部的通讯也受到了影响，员工之间都没法互相联系了，所以他们光是要组织运维人员去修复网络都需要一段时间。而修复基本的网络，在 Facebook 这样庞大的网络架构下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因为美国的疫情原因，绝大多数的公司都开始要求大部分员工在家办公，当然这也包括了 Facebook。绝大多数的运维技术人员都是通过 VPN 的方式接入公司的内网进行远程运维操作，只有极少数的必要人员待在数据中心里，这就导致在断网后，通过远程运维的人员都没法进行操作了，而在数据中心里的工作人员没有能力去修复网络，再加上内部的通讯工具也出现了故障，让 Facebook 陷入了运维的混乱。这个时候，一位用户名叫 Roman Porn 的 Facebook 工程师在 Reddit 社交论坛 RSysAdmin 上发了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，说他们平时用的 Web 路由配置工具因为路由被撤了，也无法访问了，所以需要物理进入机房进行路由配置。在一段时间的混乱以后， Facebook 的员工开始用起了 Zoom 来互相沟通。原来在远程的工程师们也开始到达了 Facebook 的数据机房。这个时候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，当他们到了 Facebook 的机房门前的时候，竟然发现自己的工牌没法刷进机房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原来像 Facebook 这样的公司，每个员工都会有自己的账户和工牌，每个人也有相应的电子和物理门禁权限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当员工刷卡的时候，门禁系统会把他们的工卡的卡号和门禁的唯一标识 ID 发给健全服务器，健全服务器会去查询卡号对应的员工账号，然后再去判断这个卡号所对应的员工是否有权限进入这个门禁。但是要命的是，因为 Facebook 数据中心的门禁里所配置的健全服务器是以域名方式设置的，例如 accesscontrol.auth.facebook.com， 但是这个时候 Facebook 内部的 DNS 也断了，导致他们的门禁系统访问不到健全服务器了，也自然没法给运维工程师们开门了。听说最后 Facebook 的网络工程师叫来了当地的消防队才破门而入。当他们进入到数据中心后，就遇到了更大的问题。就和进入物理的门禁一样，因为没法连接到健全的服务器的原因，工程师们也没法登录路由器和服务器。更糟糕的是，他们发现平时用的很多诊断工具和内部的文档服务器也无法使用了。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哈，这就有点像人类突然间回到了新石器时期，然后让英特尔的工程师们去造一块 CPU。虽然原材料都在地球上，但是从地里把硅挖出来到真正造出一块 CPU 之间，还是隔着很多道工序的。因为互相依赖的关系，启动一个服务的前提可能是需要启动另一个服务，而因为缺乏内部的文档、诊断工具和内部的通讯软件，整个网络的修复和服务恢复的流程最终花了7个小时才完成。这次 Facebook 的断网事件给整个互联网行业都敲了一个警钟，也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Facebook 因为这7个小时的断网，至少损失了6600万美金。讽刺的是，因为 Facebook 在事件中连官网都开不了了，他们的高管只能跑到竞争对手的 Twitter 上去道歉，而 WhatsApp 的竞争对手 Telegram 也迎来了他们单日注册的历史新高。用来查询网站是否出现故障的工具 isitdown.com 因为流量过大，自己也崩溃了。Facebook 这次网络故障不是第一次发生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我们通过这次事件又能学到什么呢？简单的来说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箩筐里。下期见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在给这些系统做架构的时候，要保证不能出现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单点故障点。比如说这次出现的内部 DNS 故障就不该发生，因为很多内部的域名对于内部的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就比如说前面所提到的健全服务器，所以像 DNS 这种系统就应该有多重的备份，内部的几个 DNS 服务器应该部署在不同的网段或者 AS 下，也应该在外部通过独立的第三方一起提供服务的保障。在健全上也应该做一些措施，能保证在健全服务器掉线的情况下，也能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健全方式，例如在数据中心保险箱内放一个单次的健全密码。好，我们 Facebook 全球性断网的视频就讲完了。下一期我会给大家讲我是怎么部署我的 HomeLab 服务器和设计工作室网络的。
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，也请大家通过关注和打开小铃铛的方式来支持一下我，我也会在以后尽量保持月更的。下期见。